Hello，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早中晚上好，这里是徐日梦。今天的话，我们试玩一个模组啊 ，Become a Bank。在最新一期的5月模组推荐中有提到过。好了，废话不多说啊，开始游戏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放带了。进入游戏，1069年剧本啊。那么在哪里开局呢？欧洲的瑞士怎么样？可以。但是瑞士这个时候呢，属于是神罗法里内啊，不够自由。那么亚洲的济州岛如何呢？同时做大宋、日本和高丽3家生意啊，地理位置上也很独立。但是不行啊，法理上受制于高丽王领主，不够自由。中亚那更是不合适，对吧？太乱了，还得担心挨打，不够稳定。最终呢，我思来想去，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位置啊，一个极少会有人在意的位置——马耳他啊，地理位置上那更是无敌了，可以做整个环地中海的生意啊，甚至更远。好，进入捏人环节，首先信仰就不改了，就伊斯兰教好了，尽量减少挨打的风险。男性异性恋，年龄按照自己的真实年龄捏啊，16岁。文化要改一下，选希腊，因为希腊的培养精致传统可以加20%的外交距离，进一步扩展商业版图啊。名字就叫做徐人梦啊。熟悉我小伙伴呢，可能就有问题了。以往都叫人梦，宗族叫虚啊，对吧？这次怎么叫徐人梦了呢？因为银行的名字是宗族名加银行，虚银行听着不太吸引人啊。宗族名就叫做马耳他啊，届时我们的银行就叫做马耳他银行啊，一听就很安全啊，很适合避税，感觉钱存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安全地点。宗族格言啊，财富不会消失，只是转移到了马耳他，听着更安全了。宗族徽记就用这个吧啊，猪古今真正，猪的战术一再为人们成为了运用者。不对，串台了啊！徽记是猪，寓意着我们的银行把储户像猪一样宰，不是，寓意着我们的银行就像是小猪存钱罐一样啊，存进去容易，取不出来，也不对，寓意着存造银行的钱就像猪肉价格一样，这个更不吉利了，算了，没有寓意啊。交易特质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啊，那既然开银行，肯定是管理特质啊。恰恰相反，我选择谋略特质，因为难免会有人不还钱嘛。那不还钱，我们就要想点别的办法让对方还钱。性格特质、贪婪和节制都得要啊。我觉得这是作为银行家的必备特质啊。最后再来个古怪，太循规蹈矩啊，是赚不来大钱的。其他特质里选个精明吧啊，更符合银行家人设一些。能力的话就这样啊，9外交9学识2军事4勇武，谋略和管理尽可能拉高。进入游戏第一件事，生活方式选谋术中心，只靠正常放贷做财富累积还是太慢了啊，但是也不能不做。我们现在手上有79块钱啊，借给谁呢？当然是谁需要就借给谁了。首先是君士坦丁啊，现在东罗马人正在被塞尔柱入侵，可惜君士坦丁觉得自己的管理能力一般，不想要我的钱。私生子威廉正在进攻英格兰，他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理债务，也不想要。看了一圈，只有波兰国王博莱斯瓦夫愿意承担债务，因为他呢有16的管理能力非常优秀，他觉得可以用我的钱去钱生钱。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波兰是一个很稳定的存在，更别提如此有能力的国王了，很适合借给他。好，个人债务协议达成了，每月收入 2.18， 固定2年期债务，届时24个月一共能收到52块3毛2啊，这个利息可以说是很低了。回过头来再寻思找到配偶发现没有什么好的人选可能是因为宗族徽记导致的。不过其实这个是大耳朵羊来着可惜没人信我。最后找到了一位叫做巴里阿的艾巴德派狂热信徒，因为宗教问题对我好感度非常差，问题不大。之后这个勾引求爱一波，应该就愿意改姓了。这几队兵士也解散了吧我就赌没有人在意马耳他好了。68年贷款偿还结束，我们的本金从79涨到了155继续借给波兰国王这次我们借100，一个月还4块3毛7，2年实收104块8毛8。坏了，换病了，我没买医保这要是请个医生来，那1分钱都留不住了找自己人来吧，这个宫廷里都是糟糕甚至度那还让伊玛目来做医生吧我就赌我的身体好能撑过来过了2天身体还真就好起来了，那医生就开除吧，对吧？一个月1毛8，一年18块，10年1800，哪怕之后开了银行那也顾不起对吧？钱不是这么花的。70年贷款偿还结束，继续借给波兰国王这次我们借250，2年后实收262块3毛2，折合一个月能是0.51的利息我相信波兰王国不会出什么变故的。
放完贷之后，点出来的绑架技能啊，可以绑架换赎金了。扫视了一圈啊，发现神罗出变故了啊，小亨利死了。神罗皇帝现在是巴本堡家族的恩斯特啊，那算了吧，本来想绑架小亨利来着，现在看了一圈，只有罗贝尔的儿子比较适合啊，那就绑啊。74年贷款还清了，继续下一轮放贷，这次直接贷500啊，继续贷给波兰国王，2年收25的利息，原始财富累积很快就能到开银行的1000块了。接着是绑架计划，筹划好了啊，花了85块钱安排了一对绑匪，活捉到了罗贝尔的儿子罗杰啊，赎金100，意思是我赚了15块钱呗啊，也算是一笔收入吧。第二位幸运小孩是卡斯利利亚亲王小桑乔，依旧是85块钱雇绑匪，然后赚15。哎，不对，这怎么赎金是50啊？这个小桑乔他有自己的一块伯爵领，所以呢他是伯爵，伯爵的赎金那就是50。他要是没有头衔的话，那就是国王之子，就能赚为赎金。哎，失手啊，失手啊！哎呀，这不要赎金了，砍了吧，人叫怪就怪游戏机制了。第5次也是个人放贷的最后一次，依旧是500块，依旧借给波兰国王。这笔债务还清之后，就到了1081年了。距离游戏开局过去了15年，终于我们在不扩张、纯放贷绑架情况下，攒出1000块钱作为本金，可以开银行了啊！游戏正式进入第2阶段，开一个顶大的银行——马耳他银行正式开业。开业后，先从账上提500块钱出来啊，依旧是借给波兰国王，并邀请波兰国王作为我们银行的第1位储户。好，博莱斯瓦夫国王答应了，投了100块钱，开设了账户啊，值得庆祝。我们的银行定位，我们只做高端客户好了，只邀请国王级以上的领主来开设账户。波西米亚国王、克罗地亚国王、东罗马皇帝、法蒂玛哈里发、阿非利亚苏丹，还有名义上是国王的伊比利亚国王们，阿拉贡国王、纳瓦拉国王、法兰西国王、英格兰国王。神罗帝国凯撒，统治还挺稳定的。这个凯撒还是巴本堡家族的恩斯特，以及基督教世界的宗教领袖教皇比萨尊贵总督和威尼斯尊贵总督，一共邀请了15位啊，大家都答应了。银行现在除了500的本金，还有15位每人100的预存款啊，共计1900。好了，我们正式开始放贷。银行贷款呢和之前的个人贷款就不一样了。个人贷款对方接受与否主要与对方的管理能力挂钩，而银行贷款主要基于对方的经济状况和外交状况啊，就比如说是正在打仗或者急需钱，那就大概率会接受银行贷款。需要钱那还好说，对吧？只要确保对方有足够的还款能力，那就可以借。不过打仗的话，那就要判断局势，选择押宝了。比如这里啊，这个神权主教起兵反抗香槟公爵暴政。我们可以放贷给参与战争的每一个人，但是要是某一方输了，那就还不起钱了，可能啊，就可能坏账了。所以我们要在战争局势非常的明朗，最好是一边倒，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放战争贷给胜利的一方。香槟这边还要观察一下，视角又移，昂格利亚这边也在打仗啊，6800对2300，这个局势就算是极其的明朗了。昂格利亚公爵放个250块钱贷好了。克莱恩公爵这边正在深锁10瓦本啊，眼看要赢了，但是他的经济状况暂时负1.6的月入啊，风险有点大啊，算了。对了，这个银行账户啊，除了国王们，还有一批人非常适合开户，那就是神权主教们啊，别的不说，对吧？起码非常非常稳定，这就够了。而且主教一般年纪都大，身体不好，储户死后的财产转交给财产继承人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取1%的手续费，这也是一笔收入。银行贷款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白名单啊，那就是东罗马。得益于东罗马独有的行政制，政局非常稳定，那收入更是稳定，而且还天天的挨打，那这就是完美的战争贷用户。比如现在正在被库曼可汗进攻啊，那直接放500的银行贷款给到巴西留斯。至于库曼可汗，那这位那可是41岁身强体健的征服者啊，先开个户，然后也放500贷款。波西米亚国王深锁匈牙利王国，而且马上要赢了啊，放贷。不接受啊！波西米亚国王现在手里有2000多啊，完全不缺钱啊，可惜了。拜占庭皇子墨西亚总督正在进攻夺取领地，看着应该能赢啊！来笔250的小额贷款。
现在银行账上呢有1100块钱，储户呢有2200块钱。如果储户选择提款超过1100啊，那就算是银行暴雷了啊。这个希望大家不会不约而同的突然取钱吧啊。不过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的这个准备金是总储额的50%，可以说是非常夸张的比例了。现实中呢，一般银行准备金也就10%。说话间啊，这个贷款利息的第一笔到账了。之前借给东罗马500块钱，1年期到了，皇帝选择不还本金，只还5%的利息。到这里呢，还是简单科普一下两种贷款区别吧。首先，个人贷款只能有一笔，这个放贷是等额本金平息分期还款，名义上的年化呢是 2.5， 实际年化是 4.8。银行贷款呢是先息后本5%的利率。科普完，神魔皇子也绑到了啊，不愿意付赎金是什么意思啊？这横竖都不同意啊！那先关着吧。之前的香槟暴政战争结果马上要出炉了，看来是主教赢了。趁战争没有完全的结束啊，立刻放个250的战争贷。主教们那都是很稳定的优质客户，不用怎么担心坏账。波西米亚这边深索匈牙利战争啊，持续了16年了，终于要结束了。我们的首席客户波兰也参战了。波兰这种优质老客户啊，直接放500贷就可以了，完全不用担心。另外，波西米亚马上打赢了，战后重建呢也需要钱，也放个500给他。不过啊，马上到手的是一个完整的王国，500可能不够啊，再放个500的个人贷款。克罗地亚国王呢陷入了财政危机，国库负196，每月收入9啊，神罗的盟友啊，那这个是非常完美的风险客户啊，放个250的贷好了。坏账了！东罗马今年没还钱啊。不过呢，不是恶意不还，是确实常年打仗导致没钱可还啊。这个还好啊，等喘过气儿，大概率还是会继续还钱的。贷款已偿还，库曼可汗全额还了756贷款，而库曼还在打仗啊，对吧？那你着急还什么呀，对吧？我再放个500给你啊，跟我客气什么呀，对吧？同意了，太棒了。西伯利亚开了一家银行，地图最北面的西伯利亚这里开了一家银行，可还行？这是什么银行吗？应该影响不大。另外，新版本更新了统计表，按 Shift 加 F1 打开，这里有一个战争标签，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找合适的人放贷，比如巴勒斯坦与哈希姆战争这种可以适当放个50或者100块钱的观察一下。除了战争和财务状况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接受银行贷款的情况，那就是对方有贪婪特质比如说比萨总督，他虽然接受贷款，但是年纪有点大，这眼看就要死了，那还是不放给他了。不过同样贪婪的威尼斯总督今年才30岁，那就直接放个500。这个库曼怎么又全额还继续贷500我非要吃你的利息。怎么又有人不还钱这不是我们的首席客户波兰国王吗？怎么威尼斯总督也不还钱了？坏了。波兰呢是常年打仗，确实没有钱还我，可以理解。威尼斯总督，你手我270块钱，你为什么不还我利息那就不要怪我了，绑架。刚开始计划绑架，库曼可汗又全额的零利息还钱了。吃点利息真不容易，我还就非得跟你降到底了，再继续放500。没过几天，比萨总督死了，而新的总督呢，眼看着又要死了，开个户得了。比萨这块地是不是有问题啊？好了，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我们稍微扩张一下，宣称绿岛，也就是直布罗陀海峡这块地，这里有一个特殊建筑，持有者可以加20的外交距离，进一步扩展商业版图。这第2年了，威尼斯总督还是不还钱你这不是有钱吗？真该死，你真该给你吊死。波兰国王今年也还是没还钱，这个理解等波兰局势好些了，他一定会还的我相信我的忠诚客户。但威尼斯总督，晚上好没想到见面了吧真以为我放债的没2把刷子要200赎金放走吧，但是你可记住了这200可不算在债务里，你接下来最好乖乖还钱，下次被抓就没这么简单了。处理完威尼斯，可以扩张了征服绿岛，用大女儿和图莱埃米尔缔结联姻同盟，然后宣战并邀请盟友参战。等等这个图莱这就算是在打仗了吧因为战争领袖是我所以也不用担心打输。那开个户吧，亲家另外你这打仗可要花不少钱的，我给你特批一笔500块的贷款你可以用这笔钱更好的为了我而战如何呢？好，我亲家同意了，并且贷款还存了一半到银行，太棒了。
比萨总督又死了，新的总督呢依旧身体不好，眼看要死。比萨这地儿绝对有问题。与此同时，银行的绑票事业部抓到了阿非利加国王的儿子，国王只有78块钱，赎金的200付不起，那就放100贷款给你，然后你付我178赎金，22就算是抹零了啊！不用谢我，记得还贷款。好感度这里呢，因为是债权人，还加了10的好感啊，他还得谢谢咱呢。东罗马的债务又没付啊，这个没关系啊，东罗马死而不僵，迟早会还上的。说话间，比萨总督怎么又死了？新的总督54岁，居然没有什么疾病啊？那这不对吧？啊，可能是有些这种在潜伏期的病状啊。2年时间，我们打赢了，并且拿下绿岛，商业版图进一步扩张了。转过头来再来看波兰，波兰国王的负债逐渐清空了，马上就能还得起银行贷款了。我作为一个好人，我决定个人贷款500给你，让你能够还上银行贷款，不再心生愧疚，连利息都还不起。另外，东罗这边内战了，如果打输了，内战皇帝那就换人了呀，那坏了呀，这次可能真的要坏账了。哦，对了，展示一下外交范围。直布罗陀特建加上文化传统，外交范围现在非常大了，除了挪威、瑞典、冰岛和部分苏格兰，欧洲全覆盖了，还有整个北非和几乎整个西非啊，太棒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营商范围涵盖到塞尔柱了，塞尔柱天天打仗，而且富庶稳定，绝对的绝对，优质中的优质啊！还有西非的加纳国王，东非的努比亚国王，这2位也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高端客户标准的，都邀请过来开个户。现在银行账上有3070块钱，总储值7381%，41%的准备金啊，还是太安稳了。93年8月，银行收到了东罗马偿还的48块钱债务。没错，东罗马他活过来了。内战的同时，他们每个月净收入20多块钱，账上还能存出400块钱，那这就是东罗马，对吧？我们最优质的客户。接下来呢，就可以停止开设新的账户了，逐渐收拢资金，不再放贷了，准备进入最终阶段。另外，东罗马这边打赢了2场内战的同时，钱只见得越来越多啊！这就是东罗马啊，太恐怖了。比萨这边，我猜对了，之前那个总督啊，绝对是有点什么暗病啊，当了几年又死了。新的总督37岁，这个年纪应该能多干几年了。我刚说完，你怎么就死了呀？什么叫消失无踪了呀？新的总督55岁，天花患者。比萨这地儿太他妈邪了，邪的都有点恐怖了。说实话，银行这边资金回笼成效不错，41%的准备金现在已经109%了，并且还在持续回笼。借机生贷的环节已经结束了，逐渐转型为私人的财阀机构了。介绍一下储户吧。第一名呢是库曼可汗，存了2000块巨款在我们银行。第2名是法兰西国王，存了1370。第3名是教皇，存了626，其他的几位都差不多，不介绍了。哦，对了，我们亲爱的威尼斯总督啊，他在拜访过马耳他岛之后的每一年都在乖乖还钱了。事实证明啊，还得有点手段，不然这个银行开不起来。就在庆祝银行转型为私人财阀之际啊，这个暗杀徐人梦的曝光来了。主谋是隔壁正在讨伐神罗的穆斯林征服者哈马德总埃米尔。你可能对我的实力不够了解，我们宣战攻打哈马德首都吧。刚好这里呢是卡利亚里有一处银矿，全当是发展实业了。拉了几支佣兵队伍，冲了6-7千人，用了16个月给征服者头打爆了。这下应该没人敢整活了。战后呢，库曼可汗死了，账户里2300块钱给继承人了。银行收取了23的手续费，这事儿就算是我们银行转型的核心转折点了。最大储户撤资，说是1107年，匈牙利国王去世，又少了一位重要储户。目前账面11100块钱，总储值7380，现在的准备金有150%了，债务呢还在不断的回收，我们期待一下最终值好了。转眼间呢，又过了7年，1114年，账上一共有18181，总储值6245，准备金比例291%了啊！这就算是转型成功了。现在世界上除了马耳他银行与西伯利亚那家诡异的银行以外，还有2家，负责人分别是大宋工部尚书与大宋的御史大夫。
两家后来者的储值啊，加起来也有1万块钱了，那不愧是大宋啊，真有钱啊！而且还是两家，这是某种反垄断架构吗？哎，好了，总之呢，我们用了48年，从最开始的79块钱赚到了现在的11235，以及一些仍然在赚取利息的债务，翻了140倍啊！金融大鳄这一块。好了，这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玩的差不多了。喜欢这期视频，请务必3连关注，这里是徐日梦，我们下期见。